中国5000年不分裂的终极密码，让西方恐惧的文明基因。为什么中国总能从分裂中重生？为什么罗马、大英帝国都成了历史的尘埃？欢迎来到胡同口万事屋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撕开历史课本不敢写的隐秘逻辑。一、西方帝国的千年魔咒。1803年，拿破仑指着中国惊呼：“沉睡的巨人！”可他至死没想通，自己的帝国为何不到20年就灰飞烟灭？看看欧洲的历史就知道了。当1943年希特勒在柏林地堡里高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冠，叫嚣要建立第三帝国时，他忘了最关键的一点：真正的帝国从不需要用口号证明。讽刺的是，就在苏军攻入柏林的同一天，德国青年在废墟上高唱的德意志高于一切，歌词里写满分裂的骄傲。1952年伊丽莎白加冕时，印度诗人泰戈尔冷笑着预言，他们教会我们英语，现在30种方言正在肢解日不落帝国。果然，2020年巴巴多斯宣布废除英女王元首地位时，用的正是最标准的牛津腔。二、中国文明的暗黑手术。1368年，明朝开国第一把火，烧的不是敌人，而是前朝服饰。更狠的是礼仪定式，那条男子发不过眉。当年锦衣卫当街剪发的狠劲，比现代城管整治脏辫还凶残10倍。你以为朱元璋只是强迫换装？他连历史书都敢动手。原始里成吉思汗硬是被写成奉天承运的中华帝王，这操作比清朝篡改明史早了整整300年。三、文明系统的作弊代码，这才是真正的黑科技。忽必烈灭宋后，第一件事不是建皇宫，而是召集汉臣编修《辽金宋史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，只有承认前朝正统，自己才是文明代言人。清朝乾隆6下江南，表面游山玩水，实则疯狂盖章，四库全书。这不是帝王癖好，而是用皇权给文明系统杀毒。更狠的是，汉朝人在西域屯田时，故意把水渠修成篆书汉字形状。2000年后的 NASA 卫星图上，这些沟渠还在发光。四、地理决定的文明宿命。2016年武汉暴雨，安徽人自愿开闸泄洪。这种事在欧洲会发生吗？多瑙河沿岸国家曾因水位监测吵到欧盟解体。中国文明的韧性，早在5200年前，良渚人刻在玉琮上的水坝工程图里就注定了。明朝河南大饥荒时，晋商用盐引换粮，从江南调粮救灾；而罗马瘟疫时，高卢人直接把病尸扔进莱茵河，毒害下游日耳曼部落。这就是治水文明与海盗思维的本质差别。五、未来战争的终极形态。当马斯克在推特发《道德经》，当 TikTok 上汉服挑战席卷欧美，亨廷顿没敢说透的真相浮出水面。文明战争早已超越枪炮。23魔方基因检测显示，东北满族与南方客家人有共同突变位点。科学证明，我们早就是文明共同体。而西方元宇宙还在强调个体创造时，中国数字敦煌用区块链确权壁画，这分明是周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赛博升级版。从甲骨文到二维码，从传国玉玺到区块链。欢迎来到胡同口万事屋频道，下期带你破解长城真实作用，地球级防火墙。我们正在改写人类文明史。